大家好，我叫黄凯。2年前，我因为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 5被很多人认识。今天来到了 TEDx 演讲舞台。节目里大家看到的是清华研一的暑假去律所实习的我，那个弃医从法、5年考研、努力逆袭人生的我。也有人说他真坚强，命真苦。但今天我想聊的不是那些苦难，而是支撑我穿过那些苦难的底层逻辑，毫无保留地相信自己。它不是一句励志口号，而是我反复从谷底爬回来的生存法则。我的30年像一场在明暗交替里艰难前行的旅程。18岁之前，原生家庭的缺口是我逃不开的困境。1岁时父母离异，双方在我成年前都没有给过抚养费。万幸的是，我有爷爷，那个只学过10个晚上字，却当过28年村支书的老人。他用朴素的人生智慧教我，要勇敢，要善良，用笨拙的守护为我撑起一片小天地。爷爷背着草药筐上山采药，顶着烈日种田的身影，是我小时候最深刻的画面。可即便有爷爷的爱，父母的缺席依然像一根刺。成长的路上，总有人带着偏见嘲笑。我们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时刻，被别人的标签困住，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值得被期待？我看着爷爷为了供我读书起早贪黑的身影，总觉得是自己拖累了他。不止一次在深夜里抱着枕头哭，甚至冒出如果我不在了，爷爷是不是就能轻松点的绝望念头。但每次这个念头冒出来，爷爷的叮嘱就会在耳边响起。他说：“你一定要好好活着，不然我的付出就白费了。”我咬着牙告诉自己，原生家庭给的是起点，不是终点。别人的缺席不该成为自己放弃的理由。这是我第一次学会对抗被定义，也是毫无保留相信自己的最初萌芽。原来，别人怎么看，从来不能决定我们是谁。18岁，我以为高考能撕开一道光，可出成绩当天，一个亲戚的电话打乱了我填报志愿的所有计划。他凭着经验强势让我听他的，说不听我的，以后找不到工作，一定会后悔。懵懂的我被这句话吓住，最终听从了建议，选择了医学，却与心仪的方向失之交臂。18到22岁的4年里，随着对世界的认知逐渐清晰，我越来越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也明白了任何行业都有好坏，热爱是最重要的。悔恨成了每天都要面对的情绪，无数个深夜对着天花板痛哭，觉得人生被别人的话框住了，放弃的念头又一次次袭来。我们很多人都以为听从建议是稳妥，但其实那是最温柔的自我背叛。我们都怕选错，可不选才是最大的错。这是我第一次发现，听从别人比失败更可怕。在被没有听自己内心声音的遗憾裹挟的那几年，我慢慢坚定，我的人生应该听自己的，自己选择的路，哪怕错了，也不会怪任何人。就在快要呈现，又萌生了放弃生命的想法。我忽然问自己，连死都不怕，为什么不敢相信自己能解锁人生的另一种可能？原来遗憾不是用来困住自己的牢笼，而是道别我们重新出发的警钟。就像迷路时遇到的警示牌，提醒我们该换条路走了。22岁大学毕业，我第一次坚定地做了选择，考研，去探索人生的更多可能性。村里很多人说我是书呆子，亲戚也说我这样的家庭能读完大学就很不错了。父亲更是轻蔑地嘲笑我的本科学校。从医院裸辞考第4次研的时候，村里人说我是傻子，但我相信，当我考到北京，一定会有新的精彩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我不是在和他们争一口气，我是在为自己能不能替自己做决定而战。毕竟，人只活一次。我没想过要考5年，但每次失败后，我都在问自己一个问题：这次，你还信自己吗？也许是爷爷早就把相信自己的种子种进了我心里。他说：“你要相信，只要你不放弃，一直向前，人生就不会过得差。”几乎所有人都劝我放弃时，我第一次选择无条件相信自己。那不是一瞬间的勇气，而是一种练习。一次又一次对自己说：“我还能再试一次。”22到27岁这5年，我考了医学、金融、法律。工作赚钱和考研刷题填满了我的生活。
我放弃了很多娱乐，在一次次失败里慢慢熬过来。那几年，我像一只在雾里摸索的猫，只能靠自己的一点微光前行。我学会了微光思维与生命感恩，我开始用微光去抵御黑夜，每天睡前对自己说：还好，我还活着，还可以和命运去抗衡。这是我第一次理解，相信自己不是口号，而是一种训练。就像每天练习跑步一样，在每一次想要放弃时，逼着自己再坚持一步；在每一次自我怀疑时，学着给自己打气，一直游，直到海水变蓝。我慢慢学会不去问为什么是我，而是告诉自己，既然躲不过，那就靠自己跨过去。我开始相信，每一次跌倒都是在为下次跃起储存力量。那些藏在痛苦里的坚持，本质上都是在给相信自己浇水施肥，等着它某天开花。27岁，当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寄到手上时，开心与难过并存。我踏入法学院学习法律，这是毫无保留相信自己终于绽放的果实。28岁，我参加令人心动的 Offer 5律政季，出现在屏幕上，被很多人喜欢。我的经历也鼓舞到很多人。那些和我一样原生家庭不完满的人，那些不满意志愿结果、对生活现状失望却没勇气转变的人，开始踏出改变的第一步。30岁的我从清华毕业，完成了从挣扎求生到向阳生长的过程。这30年是完满我人格的旅程，更是给过去那个拼尽全力相信自己的我一份满意的答卷。回望过去，更庆幸当年的醒悟。如果一直活在原生家庭的阴影里，活在听别人建议的遗憾里，永远不会有今天的自己。原来，相信自己不是一句话，而是一盏灯，照亮的是你最黑暗的那1公里。我们或许起点不同，遭遇各异，但每个人都能拥有毫无保留相信自己的力量。这些年，我以为是我在努力改变命运，现在我明白，是那份相信改变了我。无论人生给你的是光还是黑夜，真正决定方向的，从来不是环境，而是你选择相信自己的那一刻。真正的改变从来不靠环境，靠的是那一刻，你决定不再把命运交给别人。世界摇晃，前途迷茫，请记得，哪怕只剩你一个人，也要做那个还相信自己的人。谢谢大家。